在林间漫步一阵，李长寿的心底还是暂时打消了这个主意。现在最优先的事项是将小琼峰的复合大阵搞好，而且事实上李长寿也没有那么多宝财再去打造一个阵法齐全的安全屋。刚走回丹房，李长寿的仙识就捕捉到了九呼飞来的身影。这次敖乙突然来访，九呼师伯确实帮了我不少，不管是不是帮了倒忙，心意我还是要领。这矮道人的心情似乎十分不错，进入了小琼峰外围的隔绝大阵，就是一阵大笑。长寿师侄，你猜本师伯给你带来了什么？这次你应对金鳌岛炼气师一行还算得当，门内给你诸多奖赏。啊！言说中，矮道人站在云上，直接将2只宝囊扔过来。这都是些布阵用的宝材，算是门内鼓励你继续钻研阵法之道。李长寿用仙力将宝囊控住，远远检查了一遍，才拿在手中。对此九乌已经见怪不怪了，驾云停在10丈之外的半空中。李长寿拱手行礼，多谢师伯了。哎，现在谢咱太早了。九乌又摸出了一把银白色的小剑，随手扔了过来，故作漫不经心地道了句：这是道藏内殿的准入令，本师伯费了点嘴皮，在那边给你求来的。道藏内殿有大量门内真仙才可以参阅的阵法炼丹典籍，怎么样？言说中，九乌一阵挤眉弄眼。李长寿的心底一动，立刻将这银白色小剑抓在手中，来回把玩2遍，嘴角略微上扬。哼，没想到这次竟然还有这等好处。之前暴露修为引起关注，算是稍微亏了一波，此时看来当真是赚了。哼，师伯进来坐下说吧。不了。九乌摆了摆手，叹道：哎呀，我可是个劳累的命啊，马上又要出门了。你呀，早点成仙，也做过门内执事，就知道这活有多累人了。李长寿的心中一动，师伯此次外出所谓何事？中神州似乎要搞一次3教仙宗大会，预计在50年后或者100年后。本师伯马上就要跟2位长老一同前去露个面，代表渡仙门去跟那些大门大宗商议此事具体。不过咱们渡仙门比起那些大宗门，年头太浅，分量太轻，也不敢多说话，也就听其他人叫仙宗的。3教仙宗大会，这是什么玩意儿？跟封神大劫有关？李长寿略作思索，九乌似乎有些着急，叮嘱了半句好好修行，立刻就要转身走人。李长寿抬头：师伯且慢。离了小琼峰，九乌看着手中的瓷瓶，心底一阵赞叹。哎呀，没想到啊，长寿师侄跟门内最不近人情的万凌云长老已经混得这么熟啊，这可是能独伤天仙的好东西呢。长寿也是有心了啊，拿这么贵重的丹药给贫道防身用。九乌轻笑了一声，抬起袖子看了一眼，为这瓶丹药选了一个不容易拿错的袖中宝囊，驾云继续向着破天峰的方向飞去。丹房前，李长寿坐在躺椅上，继续把玩着那只银白色小剑。道藏内殿，道藏内殿，渡仙门核心道场，高阶法术神通，炼丹阵法炼气等珍贵的典籍，还有一些可以拿我的月供份额去换取的药草宝材。李长寿自觉自己现在笑的呀，应该像是看到了青楼的鸡汉子，又偏偏拿到了富商老爷给的大把银子。咳了2声，立刻恢复了平日里的淡定。
此事确实让我十分开心。渡劫飞升之后，我最缺的就是这些底蕴。不过现在也不能立刻就过去，先安稳一段时间，等门内对我的关注度降下去了，再去盗藏内殿也不迟。反正破天峰就在那儿，又不会长腿跑了，也没有愚公搞事。给九巫师伯的毒丹，也算是对九巫师伯的谢礼，确实是得自万灵云长老之手啊。每一个炼丹师炼制的高阶仙丹都会有细微的不同，李长寿炼丹也会有一些细微的个人标志。这种送整丹而不是送毒丹疗效的情况，也只能拿万灵云长老的毒丹出来了。九九师叔一直不出关，我在门内贸然拿出我炼制的高阶毒丹，很难解释清楚炼制的时候压制柔和毒性的仙力从何而来。话又说回来，九九师叔闭关这么久，这一次莫非是要突破天仙了？不对，他应该还差了一些境界。李长寿反倒是有些担心九巫师伯这般不断为门内奔东奔西，自身的修行难免会被受影响。大概这也是道门修士不愿意去天庭修行的一大原因所在。收起银色小剑，李长寿的仙识扫过湖边，发现灵娥还在那老老实实的默写经文，心底轻轻一叹。还好哥的心理承受能力够强，没被你吓成功能紊乱。开启周围大阵，用纸人伪装身形，化作一缕青烟飘入地下，去了地下密室。仔细想想，这一次倒也要感谢龙宫二太子敖乙殿下的没事找事儿，万里白给。虽然遭遇到这位龙宫太子一直都是麻烦事，但是这次的结果倒是意外的不错。龙宫荡妖大会，我最后搞来了三昧真言的修行法。这一次截教炼气士前来砸场子，我得了盗藏内殿的准入证，也就是偶然遇上的那一次算我倒霉，赔了一堆的迷药，却不敢去找龙宫拿那个不杀之恩的大礼包。下次若是再遇到这位龙宫太子，算了，最好还是不要再遇到了。李长寿摇摇头，已经到了复合大阵中央的位置，迈步走向前方的岩层。与此同时，金鳌宝岛的池中，正缩在池底角落修行凝土成冰之法的敖乙，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颤。这个寒颤让他从悟道境中醒来，心底浮现出了此前渡仙门一行自己又2次败在渡仙门弟子李长寿手中的情形。敖乙的心底并没有什么怨恨，神通法术不如人，这没什么好怨的。若我都不能放下输赢，不能承认我的失败，那如何去做影响龙族之事？敖乙的目光中划过了少许的释然，又想到了我跟长寿兄彻夜鉴赏丹青，吟诗作赋。从长寿兄表露出的涵养来看，这真的是谦谦君子一般的人物，人族之中难得的温雅之人。以后若有机会，还要去渡仙门拜访才是。至于金鳌岛5位师兄在渡仙门也吃了败仗，回来的路上他们8人就相互约好，这事儿回金鳌岛后不提就是了。这是为了两教关系平稳发展，才不是觉得丢了面皮。敖乙师叔。池边突然来了一声轻唤，青龙龙首抬头看去，隔着清澈的池水看到了站在池边的少女汉芷。青龙龙首露出一缕微笑，化作人身慢慢地游了上去。虽然人形状态的身体不知为何不长了，但我总归也是有少年身形，有些事也不会有妨碍。你没在修行吗？会不会吵到师叔你啊？哦，我刚才在思索一些事，
并未修行。今日想去东海逛逛吗？东海有好看的美景吗？那边有几处不错的美景，珊瑚宝林、海陵落瀑。很快，少年少女驾云朝着东海而去。这座大岛的一端，那巨大的金鳌头部，那双恐怖的大眼，又睁开了一条缝隙。但是这一次，其内多了几分波动，应是笑意。走在巨石通路中，李长寿的仙识扩散在小琼峰周遭，以防有人接近。接下来，李长寿要用买来的大批宝材炼制阵基，更新扩充小琼峰的大阵体系。九巫师伯送来的这些宝材算是门内奖赏，可以用来改造表层困阵迷阵，在其中光明正大的添加一部分针对无理闯入者的杀阵。表层的大阵自然还要等99师叔出关之后再布置，自家师傅实力有限，难以压制布置连环阵时的灵力涌动。推开那扇木门，此时的密室被摆得满满当当的，32只斜放的玉制方格工整地排列着，每个方格内是已经凝固的白色树浆，这是剪纸成人神通要用的纸。这些树浆也是经过数十道工序处理，保存着生灵气息，而且能够容纳法力仙力。制作纸人时，看似李长寿只是拿着一张纸随意的用手裁剪，实际上这纸的本身已经算是一种法宝了。动作麻利的将已经晾好的纸张叠好，又用一张刻画着特殊禁制的兽皮压住，李长寿这才是走去书桌后。制作纸道人着实是太费纸，让他每隔2年就要制作一批纸，这就导致了此前挪来的那几棵老灵树明显要消瘦了许多。现在也要开始节约用纸了，纸道人之法还不稳，用多了纸也是浪费。一想到接下来自己就能接触到一堆高阶阵法、高阶的法宝禁制，继续完善纸道人身外化身法，李长寿又忍不住轻笑了一声。这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眉开眼笑福运来嘛。不过很快李长寿就把这份欢喜给压制了下去。根据他前世的经验，越是开心的时候，就越容易有什么祸事从天而降。就比如说他前世大学刚毕业时，曾经有一个感情很稳定的女朋友，当时家里给了一笔创业基金，李长寿就很开心地开始谋划着未来，想要感情事业双丰收。然而呢，女朋友在他将计划说出口的前半分钟提出了分手，正式成为了前女友。这就是乐极生悲的最好写照。收敛心境，开始着手打理宝材。接下来的半年，李长寿都在密室中忙碌，专心炼制阵基，扩充小琼峰山体内的大阵。那只挂在丹房外面用侧杆石做的风铃也持续有2个月不曾有光芒闪烁。金鳌岛炼气士一行引起的风波在门内渐渐平息下来，李长寿又等了半年才从密室中出来，换了一身干净的长袍，驾云飞在合适的高度，朝着破天封后的道藏殿而去。何为道藏？道成所藏，便是道藏。此地的典籍只是有一小部分是渡仙门仙人所创，大部分都是外来之物。渡仙门历代天仙真仙外出游历，得了一些自身无用的功法典籍杂物，都会放在道藏殿中。一些价值较高的典籍或者是高深功法的抄录版本则会被收入内殿。道藏殿的规模相当庞大，外殿能够容纳上千人，到处都摆满了存放典籍术法的书架，几处角落中还有陈年积累未被人打理的杂物堆。莫要小看这些杂物堆啊，这其实就是渡仙门的底蕴。李长寿曾经在这些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杂物堆中寻到了巫族残缺秘录，
在一张破兽皮中找到了染血的麻布片。当时他并非是贸然前来外店做这些，在百凡店领了一个打扫此地的差事，用了几年的时间细细翻找，由此还得了百凡店的嘉奖。那几年一直给他双倍的月供。如今李长寿已经不会再去翻查这堆杂物堆了，无他都找遍了，一点用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惜的是，在里面找到的那把残存着少许功德之力的刻刀已经毁在了成仙劫里，但是他通过另一张兽皮残卷悟出的血精成法神通却是成仙劫毁不掉的。道藏殿的外殿此时也有数十名弟子，有意思的是，10多人正聚在存放遁法的那几个书架旁，参阅着原本无人问津的五行遁法以及其他偏门的遁术。李长寿并未多看，低头走到了外殿的最深处，寻到了那2扇镶嵌在崖壁中散发着微弱光芒的大门。夜光法珠散发着柔和的光亮，一位长老正坐在门前的蒲团上闭目养神。这位长老的个头应该不算太高，面容清瘦，头发灰白，脸上没有任何皱纹，却给人一种莫名的苍老之感。麒麟长老，门内高手，修为不详，常年镇守道藏殿，极少外出，根脚不详。关于这位长老的名号，李长寿还是在去北周的那次在99师叔口中听得的。双手端着银白色小剑，李长寿躬身向前。弟子想入内参阅门内典籍，